最大最拽的奥美广告，哇靠，那完全是一个厮杀大海选呢 ！What the fuck？ 什么加分题？这又不是什么选秀。然后我就直接站起来大呼呼哈嘿，我就进了，我就进奥美广告。爱儿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艾尔莎，今天又要来到艾尔莎最狂面试法，也是我的亲身经历，但这里面呢也带着一些面试秘诀，想要分享给大家。我曾经在大学一毕业的时候，真的迷惘到不可思议，没有任何的一技之长。你要知道我是应外系，然后我英文烂到炸掉，然后就是在校成绩也很差。我在大学毕业前真的没有想太多，我到底哪些路可以走？可能学校有给一些路径啦，但是可能我没有那么有兴趣。例如说，因为我们是外文系的，所以那时候其实蛮多学姐会回来分享，可能就是一些在航空业的啊，或者是国外业务，就是有用到英文的那样子。然后再来是可能英文老师，就是教育类别，或者是走一点点商。那时候我对商其实是没有概念，然后也没有太多的兴趣的，所以这个就是完全没有什么想法。那这一些我都不知道我能做吗？我对他们也不熟悉。曾经我有听过学姐回来去分享一些空姐的经历，可是我就没有那么服务业的精神，我没有那么多的那种服务他人的性质，所以我就不想要去做，以至于我就回来去想，哦，那我到底有哪些个性很适合哪些产业的呢？我就开始慢慢找，才有一天找到说，行销或是广告相关的好像不错，我就找了一下，才发现那个时候刚好有台湾一家最有名、最大最拽的奥美广告，他们有一个真人的计划。那个计划其实也不算是实习，它就是先让你进来这公司做2个月，反正就是也是类似实习的计划啦。然后做了以后呢，他们会从中选人，可以让你变成正职。哇靠！我就很适合，而且我就没有办法立刻变成正职那种，所以我刚好有这个2个月让我去变跳板，我就开始去准备。那完全是一个厮杀大海选呢。第一关就是要让你进去，全部的人坐满。那时候我记得是在他们的办公室的最大的会议室，然后就真的是坐满人，大概40-50个人，全部人一坐下，每一个人就发一个考卷，就是真的在那边写，真的像是写考卷那样，然后写很多页，总共4-5页，里面问所有相关你个人的资料。你个人的兴趣爱好，你个人对行销里面的热情，你对这个看法，还有一些创意的选题，例如说他叫你写一些文案，或是写一些短作文，或是写一些抒发文，然后我就写一写，然后我在写的过程中觉得还不错，因为我就很喜欢写这些有的没的，然后可以有很创造、很有灵感的感觉，很跳痛，那刚好都是不是问很专业的东西，我就觉得很棒，所以我刚好呢写完了以后，真的就得到这个下一次正式的面试的机会了。所以我听说啦，在那一场50-60的人的这个测验的这个面试，测验完的下一关大概到30人左右，然后在30人左右呢，他们就有另外一关，我们那时候就是再去面试，然后面试了一轮，后面又在刷最后一关，是大概那种10几人，快20人这样，然后这个10几人快20人是最后要在面对他们所有的大主管，还有那些奥美很有名的什么总监啊，什么反正就是比较在上面一点的人物会来在你面前跟你面试，然后那个是全部人一起的，我就紧张到炸，因为我就真的是一关一关过关斩将，有到最后一轮的这个机会。当时呢，我去这个机会之前只有1个礼拜可以准备，我就花了1个礼拜去整理这些资料，就发现其实奥美的资料不难找啦，因为像什么全联啊，或者是当时很有名的多喝水啊，这些品牌其实都是奥美操作的。这些操作的团队，他们的老板都会出来，可能分享他们做这些东西成功的理念还有经验。我就觉得 OK， 好，资料真的非常非常多，我就大整理，然后整理完了以后就到了当天面试。然后当天的面试又一样的状况，就每一个人都很强。我记得那时候最差的一个 candidate 就是坐我旁边的，听完一轮，他真的是可能学历背景最差。也是政大广告系，我到底在干嘛？我那时候真的很后悔，我人生小时候到底不知道在干嘛，但反正也没救，来不及了。所以呢，就是全部的这些神人一起面试，最后只会留下10位，所以其实没有到这么难啦，因为就是10几位留下10位，其实我是有机会的，所以我就赶快想 ，OK， 我已经做蛮多准备，这一次我是蛮有自信，可能有机会，没有那么惨。那个老板们就坐了一排，然后每个人都讲完，我也讲完了，然后最后呢，他就开始问说，好，那现在就是最后一关，要让每一个人有一个加分题。What the fuck？
什么加分题？这又不是什么选秀，所以我就想说，没有人通知有加分题，我怎么吓到？然后就开始竟然。我们这些 candidate 这些小朋友坐一排，从第一个开始就有人在那边唱一个高音男高音，然后下一个就站起来好像在跳一个舞，然后再下一个好像在就是讲一个什么故事，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个他最近的体悟，他最近看到的书还是什么，就是每一个人好像是。已经设计过了，好像都知道会有加分题，一个一个很顺的这样子去讲，然后我就眼看已经快轮到我了，我还不知道我要什么，因为我不知道我要加什么分，我刚刚已经都全部讲完了，我怎么能没有？我这一定要有，我一定要得到这个机会，所以我就当下整个就说，我知道了。因为前阵子呢，就是我受邀表演一个很重要的场合，然后那场表演，我觉得我是最光鲜亮丽的，我想要表演我那个光鲜亮丽的感觉在大家面前，然后我就直接站起来大呼呼哈嘿，忍者无敌，就是一个这样，怪到就是全人吓到。我好像有打到旁边那个政大广告系的人，就是有个病，我整个大解放，然后表演一个 rap， 然后那个内容就有点那种一定要找真香云，我那时候还没有艾尔莎，反正就是很 low， 我觉得丢脸。我刚刚讲过起鸡皮疙瘩那种，所以反正就是一直那个烂 rap 把真香云放进去那样子，然后讲完了以后就大家傻眼完，有点就是讪笑加大笑。就是有点取笑，然后就结束了这个东西。结果呢，我就进了，我就进奥美广告。我后来真的有问当时的那几个老板，他们就说，真正决定要用我的，真的有2个那个创意，就是因为奥美很在意创意，然后那几个创意总监，他们指明就是一定要用我，因为我够 crazy， 我够有病，然后他们就觉得这人真的好像有一些潜能吧，不然怎么敢这样子，所以我就被录取了，所以这就是我在奥美里面最终得到一个我真的觉得人生最高峰、最光鲜亮丽，我好爱这一个公司，所以真的进去以后，我的人生真的是变得很不一样，我觉得我整个很发达。那当然，我后来就没有留在奥美，那是人生另外一个故事。可是呢，在这一场面试里面呢，我觉得有几件事我真的做得很好，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参考看看。第一个，我在1个礼拜等最终面试机会的时候，其实我每一天都在想办法收集资料。你一定要想办法去收集整个公司的资料以外，公司里面主要角色的资料，还有公司里面几个有名团队，然后去找他们的背景，他们讲过的话。去组起来，然后这个组起来很重要哦。你不是只是看这个人讲这个话，看那个人有这个报道，然后就说哦，面试的时候就说哦，我有查你们资料啊，然后怎样？你不用去告诉他们你们有查资料，你也不用去背这个老板讲过什么，你只要把全部的资料都成一个洞察。那个洞察是这个奥美很愿意接受新的事物，很愿意接受很不一样的人才，甚至他们非常在意创意，很在意这些很创新的内容。所以我是因为 get 到这些，我当时到台上的时候，那个加分题才会有这样的灵感，去表现我一个疯狂、很我这个人才会有的东西，这是不能被比较的。所以，因为我深度收集了这些资料，我才会知道我能做这些事情。那再来第2件事情是。不管在加分题还是前面的那种面试的1对1，或者是对着大家自我介绍讲东西的时候，我都在里面埋了很多去彰显我自己这个人的特质。所以我觉得彰显特质是面试内容里面非常重要的。我在现在面试人，其实我从自己创业到现在。面试的人应该有将近100人了。那这些人我在面试的时候，其实我都不那么记得他们到底什么样的学经历，因为对我来讲，你是不是台清交，跟你是淡江，或是你是一个私立的学校，我没听过的，我没有那么在意。但如果你是台大，我会你是台大，我会大概记得，可是它不会加非常多分。但是我会在跟你面试的对谈过程中，去 sense 你有没有某些特质，然后那些特质刚好是我们公司的这个职位需要的，我就会觉得很重要。举例来讲，我现在就是要客服，所以我客服反而不会希望你有太多的经验，或是太夸张的野心，或是太
太多的创意，因为我就会没有办法规范你，我反而会希望你细心、你热情，然后你真的喜欢跟人深交1对1这样的感觉，那我就会用你。所以这是我在这场面试里面洞察到你有这样的特质，我就一定会用你。那在这个奥美的表现里面呢，我在每一句话或是每一段里面，或是我在讲自己的经历作品的时候，我都在讲我有多有创意，我喜欢创新，然后我喜欢跳脱框架。这就是奥美一直很想要的，在我自己个人整理的那些资料里面，至少我是这样子看到的啦。然后我觉得这带着一个很深的技巧，这大家一定要学哦。为什么你一定要自己去表现特质？因为很粗浅，或是以前我们小朋友的时候，我才会说，哦，我就是一个很爱学习的人啊，我是一个爱读书的人，然后我是一个喜欢写字的人，我是一个喜欢跟同事交朋友的人。你讲这些，别人不会买单。我跟你讲，真正的说服力害在你不要跟他讲你是怎么样的人，你跟他讲一些情节、一些故事，然后呢，让他去发掘这个故事里面的你是带有怎么样的特质。我如果这样呵呵哈一的时候，他是不是就觉得哦，这人很疯癫，这个人很自信，这个人很自我、很创意，他会感受到这些特质，然后他自己是相信的。如果我就坐在那边，我就说，嘿，你好，我是 Elsa， 我是曾香云，我是一个很自信的人，然后很有创意的人，就没有人会相信和买单。所以这个里面的说服技巧是在于人喜欢自己去发掘东西，然后他只要是自己发掘到的，他就会自己相信，你根本就不用自己说或是去说服他。所以这两个是有很巧妙的差异哦，大家一定要学习，这是比较高级的说服人的方法。然后再来第3个是，你一定要对这个公司表现出极致的热忱。那这个极致不是我最喜欢你们公司，我好喜欢你们公司，不是。而且这样子表现的话，通常公司会吓到，或觉得你就是铁粉、老客户、VVIP。我会把你的高度放在那边，我不会把你放在一个很优秀的、适合我们公司的精英分子。所以你反而要这样展现，你要怎么展现？你要去说一些这个公司里面的优点，但是那个优点是在很细节里面。举例来讲，那时候我在澳美的时候，我一开始不是要写考卷那些的嘛，然后我没有带笔，我竟然没带笔，我到现场旁边的人都已经开始在写，然后我不好意思问，然后直到中间已经大家开始写了5分钟，我就决定算了，我要站起来去问，结果我就站起来走到外面，就是好像是最外面的那个接待的那个柜台小姐，我就跟她讲说，哎，姐姐不好意思，我那个忘记带笔了怎么办？她说哈，完蛋了，你这样子不是少5分钟了吗？那赶快，我帮你找。然后他就自己找，刚好他桌上也没有笔。然后他同事经过了以后，他赶快冲过去把他拉住，说：“哎，你有没有笔？”然后那人就翻下说：“我没笔啊，你去跟谁借？”然后那个姐姐就帮我再冲去另外一个地方借。我站在那边，我当天真的在傻眼，因为她是一个很光鲜亮丽，然后一个很漂亮的姐姐，然后只是因为我没带笔，而且我没带笔应该是我的错，她可以大可以摆个姿态说。哦，你怎么没带笔？那你自己去想办法，或是哦，我帮你慢慢找看。没有，他是很替我紧张，怕我少了5分钟，怕我考不上的，然后这样帮我找。我在这个奥美那个最后一场的面试的时候，他们就问我说为什么要来面试奥美嘛，我就讲了其他的有的没的啊，什么就是赞扬奥美多棒，还有我多喜欢这个行销什么东西以外，我后面再说，而且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这个秘密，就是这是属于我跟奥美的秘密，就是呢那时候我忘了带笔，然后我就遇到这个姐姐这样子，然后我完全可以感受到这个公司就如所有的报道，所有大家耳闻的一样。这么在意每一个人，就算那只是一个来考第1关不一定会上的小人物、小朋友，他都为了他的笔，然后自己可能有生命危险的冲来冲去，不顾自己的工作，帮我找那支笔，而且错在我。这件事情是不可能演出来的，是这个姐姐真的就是这么爱奥美的一切，爱屋及乌的感觉。然后我真的好爱这个环节，我好相信这个公司就是这么爱戴人这件事情，因为奥美就很爱一直在讲。说他们真的有多在意人啊，人跟人之间的关系，人跟人深度的洞察啊，对人性的了解什么的，我就觉得哦，奥美这一部分真的做得很棒。我就是把这一段我刚刚讲这个东西，就是表现给大家听，然后大家觉得哦，哇哦，你真的好像真的很爱我们。他就是你真的从细节去切入，所以你不能讲大方向的啊，我爱这个公司的大环境氛围，然后对后辈都很好。太 general 太大了，所有的东西，所有你爱一个东西的极致都是从细节去发生的。所以这3个方法是我觉得，如果大家要去面试的话，都可以去准备的。今天不管是不是广告公司，或是不是这样子实习机会，只要是面试，我觉得只要做到这3件事情，基
本上都可以帮你保个底了吧。所以呢，以上是艾尔莎的面试经验，那很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。那当然，如果你想要看其他有关于面试或加薪的话，就欢迎继续订阅艾尔莎的频道，我一定会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一切的知识的。当然要订阅哦，求求。